男子意外去世，获得90万抚恤金，然而却被婆家人强行霸占，妻子带着孩子上门讨说法，不料却遭丈夫哥哥的拳脚相向和辱骂。那么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呢？以下故事以妻子为第一视角来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叫陈文娟，半年前我的丈夫张文远意外去世，这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丈夫去世后，他的工作单位给了90万的抚恤金，然而这笔钱却被婆家人霸占了。我带着孩子上门去讨说法，却遭到了丈夫2个哥哥的拳脚相向和辱骂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。回想当时丈夫去世时还不到40岁，他的突然离世让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4口之家瞬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而让我更加心寒的是，公公在丈夫去世仅仅7天后就扬言要把我赶出这个家，还说抚恤金不会给我1分钱。我实在想不通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婆家人的态度会变得如此恶劣。丈夫出事前是在高速桥梁上负责维修工作的，那天悬挂吊篮的钢索突然断裂，丈夫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从高处摔了下来，等送到医院时已经被宣布脑死亡了。我当时只想让丈夫能够落叶归根，所以就带着他先回了家，而赔偿的事宜则是由丈夫的2个哥哥去处理的。单位一共赔偿了90万抚恤金，后来剩下70万，其中10万给了公婆，另外10万用在了丈夫的丧事和我们母子3人的开销上。一开始丈夫的大哥答应我，办完丧事后会把剩下的钱一分不少的给我，可没想到丈夫下葬3天后，婆家人就突然反悔了，他们不愿意把剩下的70万赔偿款存到孩子的户头上，而是由大哥把钱存到了公公的名下。为了弄清楚婆家人的真实想法，我领着调解员来到了婆婆家。当调解员询问婆婆我和她有什么矛盾时，婆婆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。婆婆说，儿子张志远去世后的确获得了90万的赔偿款，可她却称自己没有拿到1分钱。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说。就在这时，张志远的2哥文训赶了过来，他情绪激动地指责我说，弟弟去世后我总是吵闹着要拿到剩余的70万赔偿款。为了让我安心，他建议办理1张共同卡来保管赔偿款，也就是1张银行卡有2个密码，我和父母各设置1个。但是我拒绝了这个提议，因为2哥在提出这个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条附属协议，如果我丢下孩子外出打工，那么10万存款所得的利息就不会给我。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，而且婆家人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孩子的生活，现在却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强行霸占丈夫的抚恤金，因此我们双方就这样吵得不可开交。这时公公表示有话要说，公公觉得我是在卖惨，他说儿子的保险费、工钱以及办丧事的礼钱都给了我，之前还从90万赔偿款里直接取了6万元给我用作生活费，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10几万。可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以生活费不够为由，急着要拿到剩下的赔偿款。在他们看来，我这样做是动机不纯，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丈夫在世时因赌博欠了不少外债，公婆给的钱都被我拿去还债了，并不是私藏了或者挥霍了，这一点周边的邻居都知道。随后调解员走访了邻居，在场的邻居纷纷站在我这边，指责张家人出尔反尔，先前明令承诺会把所有赔偿款交给我，还许诺会好好照顾我们母子3人，可如今一个承诺都没有兑现。随后我的大女儿放学回到家里，我在孩子面前强忍情绪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丈夫的突然离世让我痛苦万分，如今尚未长大的儿女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。一旁的女儿看见我泪流满面，贴心地给我擦着眼泪，也说出了她内心的感受。她只是想要一个和睦温馨的家，可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，此刻却显得那么遥不可及。我坦言自己已经失去了丈夫的依靠，一个人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母子3人的生活来源成了难题。所以我必须拿到剩下的赔偿款，确保孩子们能无忧无虑的健康长大。可如今婆家人态度十分强硬，因此赔偿金分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。让人好奇的是，张家人为何如此不信任我呢？第2天一早，陈家2哥竟主动联系了调解员，称有东西要给他看。原来是我把公婆告上法庭的起诉书。陈家2哥告诉调解员，因为剩余的70万久久没能拿到手，我一气之下将年迈的公婆告上了法庭。这样的行为让他们很气愤。陈家2哥坚称，他们只是想拥有知情权，并不是想霸占这笔赔偿款。说到我的起诉，公公十分不满。公公直言，这些钱是他儿子用生命换来的，现在我为了这笔钱竟将他们告上了法庭，这让他们不能接受。老人还说，自从我嫁进家里后，他们一直把我当作女儿看待，
可我不仅不领情，还促使孩子不要和他们接触，从而导致了一家人关系的疏远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真的把我当成闺女看，为何不妥善处理这笔赔偿款？当初承诺会把钱交给我，现在为何又出尔反尔？然而，面对调解员的询问，二哥竟直接否认了，称家人从未对我做出过任何承诺，更没有答应把赔偿款都给我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为了要钱无所不用其极，这都是我编造的借口和对自家人的污蔑。随后，二哥坦言，之所以不把钱交给我单独保管，并不是想占为私有，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弟弟2个孩子的生活。现在孩子没有了父亲，他们就是孩子最亲的家人。张家人为孩子着想确实没错，可不论怎么说，我是张志远的妻子，更是2个孩子的母亲。赔偿款不仅有父母孩子的一份，更有我这个配偶的一份。我有权利保管自己的一份，张家人实在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把钱控制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陈家二哥又说出另一个不信任我的原因。二哥说我曾经和丈夫离过1次婚，抛下2岁的孩子，不管不顾。虽然后来2人复婚了，但这件事让他们一直耿耿于怀。面对婆家人的指责，我没有否认离婚这件事，但当初跟丈夫离婚是有原因的。当年因为丈夫嗜赌欠了不少钱，我跟丈夫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一气之下就跟他离婚了。可离婚后的1个月内，我回家看孩子，每孩子看到我就哭得厉害，当时觉得孩子太可怜了。这时我跟丈夫才意识到离婚这个决定错了，为了孩子，我跟丈夫立刻就复婚了。显然，当年的离婚只是一时冲动，而且2人离婚1个月后就复婚了。婆家人明显是在夸大其词，把离婚当作不给赔偿款的借口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眼看婆家人如此欺负人，回到家，我实在忍不住拿着丈夫的照片失声痛哭。相伴10年的爱人，如今天人两隔，看着丈夫熟悉的模样，我难掩悲痛。我哽咽着说，丈夫在出事的前1天还曾打电话回来，说他特别想家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那是和丈夫的最后一次通话，丈夫以如此悲伤的方式回了家。曾经约定好过年拍全家福，如今却成了永远的遗憾。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如今我必须坚强振作起来，为2人的孩子遮风挡雨。好在母亲是站在我这边的，这让我悲痛的心里有了一些安慰。母亲说我年纪轻轻就遭受丧父之痛，而婆家人还不愿把赔偿款交出来，对于婆家人的不信任，她也觉得十分可笑。在母亲眼里，我才是最受委屈的一方。她说我和丈夫结婚多年，经常吵架，丈夫还动手打过我，可是我还一直安心守在家中相夫教子，如今又怎么会忍心抛弃已经失去父爱的亲生骨肉呢？她觉得张家人就是在故意刁难我。女婿的突然离世本就让我的母亲十分伤心，而陈家人前后态度的转变则让她气愤不已。她哭着表示要跟我一起去讨回一个公道，然而孩子是无辜的，她也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协商，共同把孩子抚养成人。可这样的心愿还能实现吗？已经失去了信任的一家人，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矛盾吗？为了进一步调解矛盾，调解员联系上了张志远的大哥。得知此事后，张家大哥特地从广东赶了回来，一见面他就表明了家人的立场，2个小孩所分的钱必须是共同管理，他们主要是担心我把这个钱拿走。张家大哥依然拿我跟丈夫离过婚当作把柄和借口，还是担心我拿到钱后会改嫁，离开2个孩子。再次面对婆家人的不信任，我很是气愤，于是跟他们据理力争。张家大哥还表示，我作为孩子的母亲，虽然享有法定的监护权，但是自家人并没有亏待我，也给了母子3人足够的生活费。显然在婆家人眼里，我还很年轻，肯定会改嫁，即使我做出永不改嫁的承诺，婆家人也不相信我的一面之言。而听到大哥这样的怀疑，站在一旁的我十分委屈，忍不住和婆家人争吵起来。在激烈的争吵中，双方开始推搡拉扯。大女儿看到母亲被伯伯推了一把，急忙上去挡在前面。在此刻，一家人已经成了仇人，向彼此发泄着不满和恨意。2个孩子见母亲挨打，被吓得嚎啕大哭。眼看现场的情况越来越混乱，调解被迫终止。待双方情绪稳定后，为了化解僵局，调解员来到当地司法所，并联系上了村里的村干部，希望在3方的努力下成功解决这场纠纷。我不愿与婆家人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，
因此我决定退让一步，就共同管理赔偿款的办法共同协商。但很可惜，张家人拒绝了这次调解，没有一个人到达调解现场，最终调解以失败告终。张家人主张共同管理赔偿款的想法的确情有可原，但钱不应该存在老人名下，应该存在2个孩子名下，这样才能打消彼此的顾虑。如今婆家人不愿协商，也不愿把钱交给我，我只有去法院起诉这一条路可走。面对这样的结局，我感到十分难过。我来到丈夫坟前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，放声痛哭。我知道人生有离别，但夫妻相伴10年，我怎能承受突然的生死相隔？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判决，也希望自己为了2个孩子能够振作起来，好好生活。